温瑞塘河是浙江省温州市内内河中较大的河流，它北起温州市鹿城区西南的会昌湖，向南流经瑞安的塘下、新城等地，以后注入了飞云江，是瓯江与飞云江两大流域间的内河主干道。随着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沿河企业密布，有着100余名员工的瑞安某塑料厂就紧挨在温瑞塘河的瑞安市新城镇董三村地段。2007年4月10日上午7时许，在塑料厂里上班的老员工王师傅与往常一样，早早的来到了厂里，看看上班时间还早，他顺手拿了昨日换下的衣服到塘河边去洗。晒衣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离河边不远处的河水中漂浮着一块白白的肉块。那是什么呢？王师傅好奇地凑上去仔细看了一看，但是肉块已经被水给泡得发胀了，也不好分辨。他放下衣物，急忙地回到厂里，把同事们给叫来，一起来辨认。哎呀，是猪腿吗？不是，猪腿也不可能这么直啊。哎呀，有可能是人腿。员工张师傅一边分析一边拨打了110报警。接到报警以后，瑞安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叶望庆、副政委陈祥雄率领了刑侦大队还有新城派出所的警力，迅速地赶到了现场。一方面组织刑侦技术人员对打捞上来的已经高度腐烂的尸块进行现场勘查，确定为人体大腿尸块，同时组织警力沿着河塘进行了搜索，分别又在塘下镇康新花园对面河边、汀田岑岐桥边以及汀田加油站后面发现了2块大腿及1块小腿。从尸块初步检验来看，被分尸的可能有3人。3人被分尸吗？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半天大家才回过神来，一道道电波在塘河的上空迅速飞跃，与温州、杭州、北京的公安机关连成一线，案情迅速向上报告，同时也接到了来自上级公安机关的一道道指令。公安部副部长张新峰、浙江省委书记赵洪柱、省委副书记夏宝龙、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王辉忠也明确批示，要求温州、瑞安2级公安机关立即组织精兵强将，抓紧侦破。省公安厅有关业务部门加强协调指导。同时，该案情节因为十分恶劣，属于国内罕见，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分别对其进行挂牌督办，要求限时侦破。傍晚时分，忙了一天以后，从现场归来的叶望庆局长大步地跨出警车，疾步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数十名来自各个警种的骨干在这里等待着。这个多功能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他知道这是自己任公安局长10余年来性质最恶劣的一起案子，而且在社会上正高速传播。破不了这个案件，不仅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还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此时，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孟庆峰、刑侦总队长徐定安、温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陈时春、副局长陈强等领导同志各自带领着刑侦专家已经陆续到达瑞安，各路人马汇集一处。410特大杀人分尸案专案侦破指挥部随即成立，陈时春局长为总指挥，温州市陈强副局长，瑞安市局长叶望庆为副总指挥，同时组成以温州、瑞安2级刑侦部门为主的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攻坚。在省厅的组织协调和专家指挥部的直接组织之下，专案指挥部连夜召开了第1次案情分析会，会议一直开到了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这个大案分析会
汇集的是省市县各级公安机关的刑侦专家，他们心里最清楚，侦破分尸案件首先要找到尸源或者是分尸的第一现场。而在本案中，由于被发现的尸块不集中，而且是从他处漂流而来，所以还必须先找到抛尸点，从而确定侦查的重点范围。当天发现的4个尸块分别在温瑞塘河新城、汀田、塘下河段，除其中1个尸块搁置于岸边岸上以外，其余3个尸块均浮于水中或浮于水面，间距最远也不过5公里。这4个尸块发现地明显不是抛尸的第一现场，而河塘的水流不急，抛尸点估计也不会太远，并且还会有更多仍然在水中未找到的尸块。4个尸块3个吊有青砖，同时也说明这是作案人员企图沉尸灭迹。那么在作案的第一现场或者是附近，也许就会很轻易地找到同类的青砖。尸块高度腐烂，据分析抛尸时间在10天左右，而且4个尸块的痕迹腐败程度同一，基本确定为同一人同一时间段杀人分尸作案。刑侦技术人员对已经发现的尸块进行了技术分析处理，查明受害人系2女1男，均为成年人，推断死者身高分别为1.6米、1.62米、1.7米，而且2女性之间有血缘关系，很有可能是母女。如此看来，不排除灭门杀害分尸的可能。根据这些情况，专案组决定成立技术、排查、打捞、失踪人员查找等8个专案小组，全方位地展开了有关工作，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搜索尸块，围绕抛尸点、尸源、第一现场等，在瑞安塘河边的每个角落迅速展开地毯式的侦查工作，准确分析判断第一现场的范围，对于明确侦查工作重点、缩短侦查工作时间起着关键的作用。温瑞塘河上有数不清的桥梁，塘下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连接塘下镇和龙湾区海城街道那宽敞大道的塘梅路正是从塘下大桥上通过的。塘下大桥又是塘下镇的中心繁华地段，白天桥上桥下人来人往，夜里虽然说行人不多，但是桥上两端均有出租车停着等客。4月12日上午10点，负责打捞尸块的专案小组发动了塘河边6个派出所数百名警力进行1天多的时间打捞以后，在塘下大桥下的河塘西岸找到了2块均用铁丝吊有青砖的尸块。与10日发现的尸块不同的是，这次发现的尸块被青砖拉住沉于河底，而并非悬浮在水中。专案组立即请来温州特警支队的潜水员潜水搜索尸块，特警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打捞，终于在同一水域搜到了多块尸块。温瑞塘河这一段的底床并不平整，而且河中间水较深，河边则较浅。在这样的水域环境里，为何集中了多块沉于水底的尸块呢？解释只有一个，这里必定是抛尸点之一。那么会不会从水路乘船沿河抛尸呢？浙江省公安厅孟清峰副厅长、徐定安总队长等领导亲自坐着冲锋舟沿着塘河的岸边进行了实地的观察以后，认为这不可能。从瓯海区先沿一路看来，偏僻地点多的是，没有必要到塘下大桥抛尸。经验丰富的刑侦专家徐定安队长认为，陆路抛尸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结合各路人马调查访问的情况汇总以后，指挥部对此进行了大胆的理性推理。作案的第一现场可能就在距塘下大桥不远处，因为大桥下面比较隐蔽，却不便于机动车下去。这说明凶手没有用来运尸的机动车运输工具。第一现场可能离塘下大桥不远，范围圈定以后，寻找尸源和第一现场即是侦破该起抛尸碎尸案件的首要任务。针对这两个突破口，虽然案发以后专案组民警一直在努力寻找，但是随着抛尸点的确定，专案指挥部立即决定蹲点塘下，改变侦破工作的重点。专案组先后在温州市范围内张贴悬赏通告2万余份，要求寻找在3月1日以来失踪人员，特别是一家人或多人突然下落不明或失踪的情况，尤其是塘下大桥周边的重点村居，均按每幢房子贴1张以上的标准进行张贴。结合案件侦破进展，先后3次通过当地的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悬赏最高10万元的奖励，寻求破案线索。全面调查案发以后言行反常，突然清理打扫居住地的人。与此同时，专案组又抽调了50余名警力，对重点排查小组进行了充实。以抛尸点塘下大桥为中心，以温瑞塘河沿岸的塘下镇9个村居为重点，通过当地村居两委发动群众，以寻找同类青砖、铁丝等为切入点，进行地毯式的排查。排查中，塘下镇上金村内有大量的与抛尸现场规格相同的青砖，该村离塘下大桥很近，于是专案组将该村列入了重中之重而进行排查。对于排查工作，该案总指挥陈时春局长特别提出了要求，要按照新的一次入户调查来做，要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外来和本地人员都要逐一见底，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为了真正使排查工作落到实处，叶望庆局长也立了军令状。案件侦破以后，要对排查等工作进行倒查，如果发现第一现场或者失踪人员在其管辖范围内的，而排查工作因为不负责而未查出来的，则要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然而又是数天过去，一家一户的登记走访，一个个今夜座谈会、发动会相继召开，一条条线索通过举报电话汇总到指挥部，一条条线索又经过民警的深入核实以后被否定，留给专案组民警的依然是一团迷雾。死者的身份和第一现场始终未能找到，案件的侦查一度陷入低谷之中。4月17日晚上，天上下起了小雨。抽调到排查组的市公安局锦湖派出所民警林志勇，在对上金村进行地毯式排查完毕以后，连夜对该村进行了回访时，从一个在当地做馒头的河南人张国华处得到了一个信息：哥哥张金华一家去广州半个月了，现在联系不上，不敢确定是不是出事了。据张国华反映，他的哥哥张金华比他大2岁，今年应该是52岁了。2004年的时候，哥哥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叶秋焕，事后证明其名字叫做尹明焕。妻子嫁过来的时候，原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名字不详。这一次是听他老乡说才知道张金华一家去广州看望他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与人打架被判了刑。看到警方的悬赏通告以后，便和嫂子进行联系了，因为在张国华手机中只有他嫂子的一个电话号码，但是联系不上。与排查其他对象一样，林志勇对张金华一家进行彻底的调查，以掌握足够的证据证明是或者不是。
他们跟本案有没有关系。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林志勇发现张金华的妻子尹明焕今年52岁，其女儿叫做张敏，今年24岁。这一合计正好是一男两女，而且其中2女是母女关系。林志勇调查的情况引起指挥部的高度重视，立即组织6个排查小组围绕张金华一家进行深入调查。很快各路信息汇集到指挥部，排查人员从妻女所在单位获悉，3月31日该女子的男友张洪涛曾经到她工作的大酒店为其办理辞职手续，但是没有办成。当天中午11点，张敏自己到酒店办理辞职手续。经理问及为何，张敏称为了摆脱张洪涛的纠缠。后来因为酒店经理的相劝，张敏于当天下午13点到酒店办理了4月1日请假1天的手续，此后下落不明。仅仅请假1天，怎么去广州处理事情呢？与此同时，排查民警发现尹明焕于4月1日下午3时25分突然离开他工作的小厂，不久以后有人到厂里替尹明焕以其去广州看望儿子为名请假，此人也是张洪涛。这些反常的信息传给专案组，专案组就如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一样，大家预感失踪的这4个人就是千辛万苦寻找的尸源和犯罪嫌疑人。指挥部立即组织刑侦技术人员秘密对张洪涛和张金华的出租屋进行了勘查。然而在勘察张金华的出租屋时，发现这个出租屋在4月9日已经转租给他人了，屋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根本没有原始现场的一点影子。但是细心的技术人员经过认真的勘察，还是在床脚下发现了少量已经干凝的血迹，经过检验确认与人体尸块组织相符，同时在屋内找到了少量与抛尸现场留下的规格相同的青砖和铁丝，从而证实该出租屋为第1现场。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除了张洪涛被人发现4月2日以后出现以外，其余3人在4月1日就已失踪。很明显，张洪涛有重大作案嫌疑。抓捕工作成了专案组的工作新重点。对此，指挥部马上组织对张洪涛的情况展开全方位的调查，发现张洪涛多年以前从部队退役，与张敏同居，并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现在已经满8个月，在河南老家由父母来抚养。张洪涛在瑞安生活的时间很短，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河南老家生活。指挥部判断张洪涛很有可能已经潜回河南。兵贵神速，指挥部当即决定由副指挥叶望庆局长和温州市局有关领导率领11名民警，从陆空兵分2路连夜赶赴河南郑州，开展千里抓捕工作。雨天夜间上高速跑长途本来就是非常耗精力的事情，再加上这些都是已经1个多星期连续奋战的民警们，他们个个疲惫不堪，但是抓捕工作拖不得。为了既安全又快速地赶赴河南开展抓捕工作，叶望庆局长临时决定每个民警轮番开车，1人开一段，包括他自己。就这样，4月18日中午，追捕组驱车1400公里以后到达河南郑州，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日下午，在河南警方的全力支持下，追捕组通过侦查发现张洪涛并没有在其户籍所在地郑州，而是在其老家新密市出现。于是追捕组立即移师新密市。傍晚时分，追捕组赶到新密市，随即展开对张洪涛可能藏身落脚地方的全方位侦查与布控。发现张洪涛白天外出，夜晚住在新密市刘寨镇张庄村庄东30号。经过侦查发现，张的住处是易守难攻的地方，该村大部分是1层平房，
该房子系4间2层的住宅，四面有高高的围墙，围墙四周是宽旷的麦地。从他这个2层楼房上，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四周的一举一动。此外，该房子的院子内养着狗，时至深夜还可以听到从围墙内传出的狗叫声。办案民警根本无法靠近，轻率行动显然不是上策，万一行动失败，必定会打草惊蛇。20日凌晨2时30分，叶局长召集追捕组在现场召开了抓捕分析会，认为进村抓捕条件尚不成熟，于是追捕组决定对该住宅进行24小时全程监控，寻找更加有利的时机进行智取。上午10点17分，正在新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研究抓捕方案的叶望庆局长突然得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张洪涛约在10分钟以后与其新结识不久的另外一个女友在刘寨镇的2中学门口约会。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抓捕时机，但从刑侦大队长到张洪涛约会的地点，上午10点17分，正在新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研究抓捕方案的叶望庆局长突然得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张洪涛约在10分钟以后与其新结识不久的另外一个女友在刘寨镇第2中学门口约会。这可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抓捕机会。但是从刑侦大队到张洪涛约会的地点路况不佳，按照正常的车速，少则20分钟，多则半个小时。立即行动！叶望庆局长似乎没有经过更多的思索，果断地命令了。在新密警方的一位民警的陪伴之下，汽车载着追捕民警全速前进。经过了大概12分钟，他们已经靠近了这个约会地点。只见一名20多岁的女子站在那里，像是在等人。看来张洪涛还没有到。为了不惊动张洪涛，民警们迅速地抢占了周围有利地形，对这个约会地点形成了包围圈。约莫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突然一名开着一辆红色摩托车的年轻男子吱的一声将摩托车停在了那个女子的身边。不好！在现场抓捕的瑞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谢长兴与在一边的刑警叶飞利互相使了一个眼色，大步而小心地向约会地点接近。他们知道骑摩托车的骑手必定是张洪涛，一旦被他发现民警已经盯上他而发动摩托车逃跑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谢长兴和叶飞利快速接近的时候，那个女子已经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谢叶二人不等张洪涛发动摩托车，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迅速将其制服。谢长兴厉声地问道：“叫什么名字？”张洪涛：“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给我老实点。”此时的河南正是牡丹怒放的时节，亚洲最大的牡丹盛会正在河南洛阳举办。此时的河南还是备受海外炎黄子孙密切关注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之际。郑州警方冲调了大批警力，为了丁亥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进行安全保护。按理说案犯落网了，追捕组的民警正可以借机观赏这千载难逢的喜庆场面，但是为了早日突破全案，必须立即将疑犯张洪涛押回瑞安。于是追捕组随后即对其居住点进行了搜索，缴获了部分赃物以后，将其带到郑州，次日押回瑞安。刚刚落网的张洪涛自以为自己的作案手段十分高明，一直表现出一种十分镇定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小偷小摸之类的事情而已。4月22日下午，经过20多个小时的押解，张洪涛被押回瑞安，随即
叶望庆局长不顾舟车劳顿，立即主持召开410杀人抛尸案专案审讯会议，制定了周密的审讯方案，并亲自参加主审工作。当晚22时许，在铁的事实面前，自知罪孽深重，再也无法狡辩的张洪涛终于交代了自己杀人分尸的犯罪事实经过。张洪涛自称曾经读过职业中专，随后还在上海服过役。2001年年底退伍以后，在郑州市某看守所被聘为了临时工，月薪850元钱。2年以后，因为觉得工资太低而辞职了。根据张洪涛的交代，2004年年底，张洪涛通过网上 QQ 聊天认识了张敏，2个人一往情深。2005年4月份，2个人在河南郑州见面以后，更是一见如故，并且很快就生活在了一起。2006年8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9月份，女儿刚刚满月，他们就来到了瑞安市塘下镇某个大酒店里打工。2个人一直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但是一直都生活在一起，而且很是恩爱。然而好景不长，今年年初，2个人关系开始淡化。他怀疑张敏与其他男子有密切关系，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是张敏矢口否认。3月份，张敏叫他回河南找一些小姐过来，然后做领班，能够多赚点钱。他回到河南老家，一直到了3月31日早上，因为担心张敏背着他与别人乱来，于是突然回到瑞安塘下，到了暂住处，发现有一双别的男人的拖鞋。张洪涛说，4月1日中午，他为了此事带着张敏来到了他妈妈尹明焕在塘下上金村的暂住处评理，将情况跟尹明焕讲了一遍。本希望尹明焕能够劝劝张敏回心转意，却不料尹明焕非但没有劝张敏，反而劝他们分手。吃过中午饭以后，尹明焕去上班了，他继续在房间里做张敏的思想工作。但是张敏说自己心意已决，就算是天下的男人全都死光了，也不会嫁给他。于是2个人开始争吵了起来。张敏先是动手打了他一巴掌，他一下子就被激怒了，随手从床头拿起了一把榔头，往张敏的头部连续击打了数下，张敏便倒在地上不动了。大概过了10来分钟，尹明焕回到家里，他一进门看到张敏躺在地上，就大声地叫了起来。张洪涛自称当时他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他最怕被别人给发现，于是想都没想，又拿起榔头在尹明焕的头上狠狠地打了3、4下。尹明焕当场被打死。随后他把尹明焕母女2个人的尸体放在房间里的床上。此时张金华骑着3轮车从外面回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同样用榔头将他也当场打死。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连杀3人的张洪涛首先到了尹明焕的厂里，找到老板，以他们全家去广州为由，为尹明焕请了假。当天晚上，张洪涛说自己只在张敏和他妈妈的尸体上铺了2层棉被，便躺在上面睡了一夜。对于分尸的过程，张洪涛交代说，4月2日上午9点多，他在房间里找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锯条，又骑着自行车到塘下的店里买了1斤铁丝，100多个黑色的塑料袋，而后又从门前的路边拿了许多的青砖。4月3日的晚上，天黑的时候，他才开始肢解尸体。他将肢解下来的尸块用塑料袋装好，每个小的尸块上都用铁丝系上青砖，大的尸块用白色的编织袋给装起来，每个袋子里都放好几块的青砖。张洪涛说，他从4日的中午开始骑着自行车往塘河抛尸块，当天晚上他也有抛。5日晚上他继续多次在塘河里扔抛尸块。
抛尸块最多的地方正是塘下大桥的桥下。期间，为了造成全家去广州的假象，他一边把家里的煤气罐、铁床、破衣服还有被子等杂物卖给了几个收破烂的人，一边见到老乡就说张敏全家去广州的事情。4月6日，张洪涛坐着大巴车逃回了郑州。我真的想不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再过1天我就要去福建了。喜欢上网的张洪涛称自己在4月12日就在郑州上网的时候看到了瑞安关于这个分尸案的悬赏通告。一开始他心里很害怕，但是想想自己现场处理得很彻底，而且一家人去广州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伪装得如此天衣无缝，再加上自己又不在户籍所在地，而是躲在了很不容易被民警抓捕的新密市老家，想不到警察会来得这么快。终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张洪涛的将是法律的制裁。